首先所映入眼帘的，也就是让个人觉得最震撼的所谓的微笑天使。什么叫做微笑天使呢？在所有的欧洲教堂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天使在微笑吗？这里汉斯大教堂的微笑天使闻名全世界。汉斯大教堂在法国13世纪的哥德式建筑的巅峰之作。西元496年的时候呢，主教 Saint Raymond 为法兰克国王 Carlovis 一世在这里举行洗礼之后，常常在欧洲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叫做君权神授的象征呢，一个让25个法国国王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加冕。还有什么涂圣油啊？圣油是什么做的？橄榄油啦，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记载都可以看得到。有没有看到这个翅膀的？他在微笑，他就是最有名的微笑的粉红色的天使，有没有？哎呦！好了，你把来大家看麦。汉斯大教堂虽然跟亚眠大教堂一样，在2战时间接受到无情的轰炸，但是呢，汉斯教堂的恢复情况似乎还要好得更多。大部分中世纪的彩绘玻璃，你看几百来的彩绘玻璃几乎损毁了大半。幸好1974年有夏格尔的创作彩绘，用如梦似幻的这些色彩进来装点了汉斯大教堂里面。所以这个汉斯大教堂，因为进来对，你得在看的，以前人基本上说看的几乎，应该是在另外一面对面，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圣女贞德。圣女贞德一般来讲的话呢，在法国或者是在天主教当中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啊。那尤其是它发源自法国，这个更不用说了哈。在某一些教堂当中呢，其实呢可以看得到圣女贞德，而且也仅有在法国有。在这里呢，描写亚伯拉罕牺牲与耶稣受难的过程，他就把它做成了彩绘玻璃放在上面，描述着西数里面圣母所生的耶稣与古以色列王一副 David 跟所罗门王的数字盘根错节的血统关系，都把它画在彩绘玻璃上。哇塞，我没讲你怎么知道？但是我自己看都看不出来啊。汉斯大教堂的群像雕像依然存在，拥有了除了夏特大教堂3500尊以外，最多的雕像就是哪边？就是在汉斯教堂2303尊。在这里仍可见成排的天使，旧约新约的圣经人物，在高处，在门槛俯望着你，观望着你。接下来南席更是不用说啦更是美的冒泡啊！这里呢包含了独一无二的南席画派的美术馆等等。小小的城市却让我觉得哇很震撼哦！尤其是这里有一个圣尼古拉节在12月份然后呢斯坦尼斯拉广场的声光影的表演，广场之约，这个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广场营造出来，令人称奇而富有诗意，在每一年的夏季举办，真的你知道吗？我当下看完的时候呢，内心还是非常非常的澎湃非常的震撼。而现在进入的另外一个城镇呢，哇哦，这个城市呢，更是闻名全世界。为什么？这个城镇叫做是史特拉斯堡。
今天我们来的天气非常的好哦。史特拉斯堡最有名的是什么？它的圣诞市集哦。这个所在伫德国跟法国的交界处，伊离德国偌近哦，离德国差不多开车30分钟你就到德国啊，所以它完全是在边境地方走哦。我们就是从巴黎一路走这个旁边，这个法国这几个城市，哇，浪漫的不得了哦。德法交汇的浪漫风景就在这一条。史特拉斯堡，它在法国的东端，与德国的莱茵河相望，属于法国的领土。在历史上，德国跟法国曾多次的交替，拥有什么史特拉斯堡的主权。所以在这个地方上，语言跟文化兼有两国的特点，这也就是这两种最大不同的地方。虽然我们来到这边不是圣诞节，但是这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圣诞市集广场之一啊。在这儿，国际组织的所在的总代部史特拉斯堡虽然是法国的第7大的城市，但是它与日内瓦、纽约、蒙特娄一样，少数几个并非一国的首都，却是国际组织的所在城市啊。在这，哇，伊尔河就围绕着史特拉斯堡。我们现在走进来这里，拥有中世纪大量的精美的建筑，包含了我们眼前大家一直拿起相机在拍的史特拉斯堡大教堂。还有这里有小法国区，很多人说，来到法国还有什么小法国区啊？这个地方呢，我说过了嘛，之前是德法就是互相交替互相交替，一下子有，一下子换我，一下子你，一下子换你啊。古代的史特拉斯堡并不是一次宜居之处，是史特拉斯堡的地理位置呢，使得古代人很早就想开发这个地区。最早的迹象调查人类的活动，西元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进来这里面，你会看到的什么？前面所看到的史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哇，这个大教堂又是另外一个震撼杰作哦。而且在这里你会看到两种特色，这两种特色是哪两种特色？我告诉你，这两种特色呢，就是什么？德国的木屋建造群，还有什么呢？法国的教堂建筑风格，这一种飞檐式的，这一种具有非常重要特色法式的风格，在这个史特拉斯堡的大教堂，你都可以看得到。天主教的史特拉斯堡总教区就在这里。我们走进来这里面，看看史特拉斯堡的主教教堂，天主教史特拉斯堡的主教教堂区。这个地方有一部分是属于罗曼式的建筑。史特拉斯堡被广泛的认为是哥德式建筑的代表之一啊！真的从前面的汉斯教堂圣母院一路走到史特拉斯堡的教堂哇！我一直觉得那呀水干呢它也曾经以142公尺的高度，在1647年到1874年的200多年当中，变为世界最高的建筑。有没有？这个底下还可以看得到这个当时耶稣神的那个子民羔羊这里目前依然是世界第6高的教堂。雨果描述它是伟大而精致的奇迹及巨大纤细一生令人惊艳的建筑。歌德则把它评为庄严高耸的上帝之树，在阿尔萨斯平原上几乎任何一点都可以望得到它。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完整拍到整个教堂。这整座教堂1176年完工，一直到1439年才全部完工，用了福日山的粉红色的砂岩建筑而成。所以你注意看在法国很多的教堂都呈现了粉红色的建筑。所以我们从外面看起来，它是一个142米的尖塔，对不对这个呢，形成它的特色这里面应该是做2座尖塔，但是当时的财力有限，所以只盖起了一座这也是史特拉斯堡的特点之一啊。你看，过来看死神，有没有看到？
还有这天文中有没有看到奇妙、奇特、美丽、奇幻史特拉斯堡中世纪许多人不识字，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彩绘玻璃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这些画作来去传导神的旨意，来去讲故事。一整个人不捌字嘛，你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他们去懂而且呢，教会外面有很多的雕像，几乎把所有的圣人呢，在天主教把所有的圣人呢都雕刻在教堂的外面。教会使用滴水嘴兽向普遍的人们传达他的信息。滴水兽就是排水口就被认为是什么邪恶的象征，用来警告人们世界末日将近，你要多去教堂。所以他们被用来保证邪恶是在教堂外面，邪恶滑动里瓦靠的跌所以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得到。在欧洲教堂上面有很多的滴水兽史特拉斯堡这座教堂的滴水兽有狼跟羊的造型其实，在教堂里面你也常常可以看得到羊，也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教堂里面会有狼呢？因为中世纪的人们很怕狼，他们对它非常的敬佩，狼也能够互相成群的配合。在罗马，甚至有一些国家当中，狼又是哺育他们君主的其中一个野兽。所以他们认为狼有保护群里其他成员的意义存在，这个被与牧师能够战胜魔鬼的邪恶，保护一般老百姓的联想可以达到一起。此外，狼还被称为做其中最贪婪的象征。而山羊呢，在中世纪有两个象征，一个是象征的耶稣，因为他能够爬上陡坡找草吃；另外一个象征的性欲。所以呢，山羊在天主教里面是一体两面的象征的耶稣，因为找草吃嘛，象征的性欲跟魔鬼相连在一起。这就是它的里面华丽典雅彩绘玻璃，12到15世纪天使之柱，气势非凡，精致雕刻。哇哦，这里是美丽的史特拉斯堡。你可以叫它圣母院大教堂，你也可以叫它史特拉斯堡大教堂。我们从教堂里面走完出来之后，我们就准备看看这一座城市了这座城市被这个伊尔河把它包了起来它其中有一块区域呢，叫做小法国区在法国还叫小法国区，最主要是它的地理位置以前曾经被不同的国家所领导过德国跟法国轮流的占领过这个国家。而这个地方呢，最特别的也就在于它的百年圣诞市集。你走在路上，虽然不是圣诞节，但是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卖圣诞节饰品的小店当然了，如果你在圣诞节来的时候，哇，这个感觉呢，应该更是 romantic。有没有看到？这就是伊尔河。真的这里的房子带有一种叫做法国香槟区而这一区也是法国香槟区香槟这个地方呢，也就来自于香槟区是被注册的所以你要挂上香槟，我告诉你必须要这个地方以在香槟这两个意思去法国注册起来香槟区出来酒，那是叫做香槟酒不一般你看来是叫做气泡酒无同款这所有人不知道来到法国香槟区，你就才了解到。咱今嘛在法国的东部史特拉斯堡的圣诞市集，让它闻名全世界。1570年就开始存在，在欧洲相当古老的圣诞市集，每年的11月开始正式开打，一直到12月24。对欧洲人来讲呢 ，Christmas 就像农历新年一样重要。喜气洋洋，到处都是圣诞节的气氛这也是史特拉斯堡最迷人的地方。我在这边买了好几个姜饼人回去
很多人会觉得，冬天到欧洲呢，天黑的比较晚啊，但是冬天的欧洲其实还是有另外一番的这个氛围啊，整个城镇、整个装饰的店面、整个圣诞市集、整个史特拉斯堡、整个包含了圣诞主要市集在克勒贝尔广场、圣母院大教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大教堂，还有小法国区啊，这几个，那伊尔河把这个史特拉斯堡环绕了一圈，包围了起来，这真的非常 push， 非常推荐啊，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不是圣诞节，光看这里的建筑物，你好像掉到宫崎骏的浪漫童话当中。你看，下一个又是哪？一样哦，浪漫的不得了哦，又来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科马。我们就准备游览这个浪漫的城市哦，也是宫崎骏动画里面当中的场景。科马，嘿，就不是骑马啊。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在法国的东北，这里所在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啦哈。法国小镇呢，欧洲有非常多的地方，这些小镇呢，其实对台湾人来说，很多地方是完全听都没听过，甚至不晓得啊。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一个旅游行程出来的时候，一看，这啥回啊哈，可能感觉没什么，但是呢，这些小镇呢，当你进来这里面以后呢，就好像被糖果饼干吸引了一样啊。哇，这进来就想说，怎么那么浪漫呢？这是非常知名的产酒地区，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大香槟地区哈。这边通常呢，反而为了科尔马而过来的人不多，都是为了斯特拉斯堡而来的哈。但是真正当地的许多欧洲人非常喜欢来到法国科尔马哦。来到这个地方，它这里呢，美丽的建筑呢，其实是历经了德国统治下的文化产物。你看这一些木檐屋啊它躲过了战争，才能够让我们今天看得到它的风景如画。科尔马很小对很多旅客来说就这么小一个没什么，但对于很多的欧洲人来说呢，一个景、一个转角都会是他们驻足留念的地方，所以他们又把它称为威尼斯。这里就像是法国的威尼斯一样。比起了很多我们在世界各国很多的热闹的观光区，当然它没有像中国的热门的观光区一样甚至像台湾的九份一样叫嚣着什么意思人声鼎沸但是呢，来到这种地方，它所带来的说华人的感觉的是清幽走在这些石板路看着地上这些一个一个的标签标志在告诉你前面是什么，那边是什么。每一家小店的一个小小的扛棒都会让我觉得这才是用心做的地方